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牡丹车站，今天要来造访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座隧道，今天是第3次来了。要造访这座隧道，如果搭火车的话，可以在猴硐或牡丹车站下车。不过从猴硐车站下车要走2.8公里，才能走到隧道的北口。那从牡丹车站下车，走1.2公里就可以抵达隧道的南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从牡丹车站下车，从这里出发。牡丹车站前面这里有 U-Bike 租车站，我们现在就从车站出发，走往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已经完工启用2年了，不过中间风波不断。像我去年3月9日来的时候，平日是不需要预约就可以进入，但是5个月之后又改成连平日也需要预约，获得核准之后才能进入这条生态隧道。古趣咖啡屋。左岔路就是牡丹老街，这是牡丹老街，继续前行。旁边就是宜兰县的铁道，前面那里有一处可以观赏火车的平台。一个景点只要是能够看到铁道跟火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景点。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铁道迷。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旧称三貂岭隧道自行车道。不过一完工启用不久，新北市政府就立刻改名了，因为新北市政府发现自己设计了一条非常不适合骑自行车的自行车道，所以非改名不可，才不会被嘲笑。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在我眼里是台湾最奇葩的一条自行车道，因为从台湾头到台湾尾，没有任何一条自行车道是需要先线上预约才能骑车进入的，包括比旧三貂岭隧道还长的旧草岭隧道，长2.6公里。也是不需要线上预约。可能有人会质问，那既然这座自行车道这么奇葩，你为什么说这是你非常喜欢的一座隧道呢？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让你了解。有10个人进入一家餐厅，那有5个人非常喜欢吃牛肉面，就点了牛肉面。但另外5个人其实吃什么都好，那既然你们点牛肉面，那我们也跟着点牛肉面好了。结果20分钟以后，老板端出10碗羊肉面。老板解释说，因为我们刚来了一个厨师，是从米其林餐厅出来的，他专长煮羊肉面，而且他的羊肉面是在国外参展得过奖的，所以我就好意的煮了10碗羊肉面给大家。那其中那5位想吃牛肉面的顾客当然非常的生气，就跟老板吵了起来了。那其他5位顾客觉得本来就吃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当他们吃到羊肉面的时候，也觉得这羊肉面还蛮好吃的。其中有一位吃了羊肉面以后非常的喜欢，那个人就是我。不过我个人喜不喜欢是一回事，这整个争论事件唯一做错事情的就是这位餐厅老板。10名顾客都点了牛肉面，你就好好的煮出10碗牛肉面出来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要擅作主张去端出10碗羊肉面呢？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座隧道是一回事，但是政府设计了一座不适合骑自行车的隧道，才是我们应该要检讨的地方。这座生态隧道在国外也得到生态设计的建筑奖，这也不是重点。
而是政府一开始宣布要建一座旧三貂岭自行车道，结果却建出一条完全不适合骑自行车的自行车道，这才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个问题折腾了2年还是无解，只能采取限制人数、线上预约的方式，让少数游客可以进来这座生态友善隧道。这里是最佳拍照点——花园广场。目前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争议有没有解决方法呢？当然有，我觉得就是2个做法。第一，如果坚持这是一条自行车道，那么就打掉重练，盖一条像旧草岭隧道那样的自行车道，就解决问题了。第二，如果这样做代价太大的话，那么就政府出面认错，我们盖了一条不适合骑自行车的自行车道，所以我们现在改成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所有的自行车进入隧道就必须用牵引的方式。这样子的话，隧道就绝对安全了，也不需要线上预约，也不需要管制人数了。政府也认错了，那就骂一阵子之后，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我们就拥有一条真正的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里面是不能骑自行车的。我建议的这2种解决方式，就看政府怎么抉择了。但是千万不要继续采取目前这样的做法，非常的。前面是游客中心，这里设有公共厕所。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采全面预约制，平日其实还蛮好预约的。我是昨天下午才预约，名额还非常多。隧道里面铺的自行车道，就是像这种细铁轨，手机掉下去就捡不到。隧道口有第8任台湾总督田健次郎的题字“万方符咒”。我现在走入旧三貂岭隧道，这条隧道大约长1850公尺。出了旧三貂岭隧道，前面就衔接三瓜子隧道。三瓜子隧道的北口是著名的拍照打卡景点，前面传来人声鼎沸。这边有积水，不过是设计上故意让这个地方积水，才可以倒引隧道口。哦，拍到你没关系吧？我们的视频跟你讲，我们都有看你的节目。三瓜子隧道口有第7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的题字“至诚动天地”。这是基隆河。它是跨越基隆河的宜兰线铁道桥，所以广义的旧三貂岭隧道就包括了三貂岭隧道，还有三瓜子隧道。对岸那里就是三貂岭车站。这个景点我要特别的做介绍，因为台湾最奇葩的火车站就在我对面的基隆河那里。
那台湾最奇葩的一条自行车道，就在我后方不远处。最奇葩的车站是你下火车以后，就一定违反铁路法才走得出来。那最奇葩的自行车道是，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条自行车道，你必须先线上申请，才能进入这条自行车道。所以最奇葩的火车站跟最奇葩的自行车道相距不远，就隔着基隆河，奇葩对望，都属于新北市瑞芳区硕仁里。从这里走往活动车站大约2.8公里，跟走回牡丹车站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夏日炎炎，我建议还是原路折返，至少走在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里面，非常的凉爽。我们现在走往牡丹车站，那我们今天的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之旅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小爱特别提醒您，搭乘火车前来，不要在三貂岭车站下车，因为你必须违反铁路法，行经铁道桥才能抵达对岸。如被人检举，罚锾至少新台币1万元。